有好一阵子都没来菜园看看了，今天难得的好天气，虽然还是有点阴天吧，过来看一下。这些玉米杆子都已经干得差不多了，风吹日晒雨淋，大概有2-3个月了吧，好多都已经倒下来了。经过这个冬天，明年春天的时候，我只要拿割草机在上面走一遍，基本上就都变成肥料了。今天主要是过来看看我种的这片覆盖作物长得怎么样了。前一阵子连续-5度、-6度的。看起来还不错，整个这一片还是绿油油的。这2天呢，天气又回暖了，昨天又下了雨，看看叶片上现在还挂着水珠呢，看着还挺漂亮的。覆盖作物的种类有很多，我这片覆盖作物种的是那种混合的种子，里边有小黑麦、有小麦、奥地利冬豌豆、毛野豌豆、萝卜、羽衣甘蓝、油菜，还有2种3叶草，还有黄芥菜。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10种覆盖作物都给它找出来。这种长得最多、最高大的是黄芥菜。前一阵子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有一些叶子是被冻伤了，看看现在已经有点干了。这放眼望去，一片一片的全都是黄芥菜。其实它的种子只占2%的比例，长出来却占了绝大部分，真是太能长了。这黄芥菜呢是芥菜的一种，像我们平常吃热狗的时候用的那种黄色的芥末酱，其实就是这种黄芥菜长出来的种子制作成的。这要是等明年开花了，一片一片的小黄花，应该还是挺漂亮的。第2种比较容易辨识的菜就是羽衣甘蓝了。从这芥菜旁边走过去，另外一种很明显的，这些叶子光滑的，上面有水滴的，就是羽衣甘蓝。它种子包装上边写的是饲料羽衣甘蓝，本来我们还想摘下来尝试一下呢，但是一听说饲料，想想就算了吧。其实它跟平常的羽衣甘蓝也没有太明显的区别，肯定是可以吃的。看这边比较嫩一些的叶子还是挺不错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是种了一片羽衣甘蓝的，我们是把它叶子摘下来包成包子，味道还是挺好的。再找找看，第3种能找出来的比较明显的是这种叶子，大家看看是什么？其实很明显，这是萝卜。我们看看下边，这小白萝卜已经长出来了。旁边再找找，看看这些都是萝卜，这种也是萝卜。其实我们要是秋天早一点种这些覆盖作物的话，像这种白萝卜还是有一些能有机会长成比较大个的萝卜的。长成大个之后就可以拔下来吃了。不过像那种长在黄芥菜还有羽衣甘蓝堆里的这种白萝卜，那应该就没有机会长成大萝卜了，因为实在是太密了，见不着太多的阳光，互相竞争，应该是都长成很高很细的这种大叶子了。这才找到3种菜，再来看看还能找着什么。这种细叶子看着不是特别明显的，这些就是冬小麦或者是小黑麦了。现在在叶子阶段也没法分辨出来，将来长大了结谷物了才看得比较容易。再来找找看，这一片的小麦稍微的多一点，看看这些细叶子就像草一样。明年春天如果是长得特别快长得特别高的，那应该就是小黑麦，长得稍微矮一些的应该就是冬小麦了。再来找找像这种得仔细看才能找到的，还是有不少的。这种就是奥地利冬豌豆了，前面应该还有一点。看看这些，这种耐寒能力特别强，过冬是没问题的，到明年春天的时候也能长得比较大。这种也可以掐豌豆尖来吃的。冬豌豆长得大一些还是比较容易找的，像那种毛野豌豆刚刚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看看这种小不点儿，这个是毛野豌豆，仔细在菜堆里边翻的话还是能找到不少的。这种小小的叶子也是小小的，看看能不能找到3叶草吧，好像有点难，这也太难找了吧。我感觉那些小小的3片叶子的应该就是3叶草了。放大一点看看，长得实在是太小了，不知道明年春天会不会长得大一些。这2种3叶草现在也没法分辨哪一种是哪种。哦，仔细一点看还是能找到一些的。这有一个叶片大一点的3叶草，基本上也都是贴着地皮长的。这油菜呀，我是转了一大圈，还真没找着，不知道是种子没有发芽，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种子介绍上边说的是那种可以开油菜花，结出来的种子可以榨油的那种油菜。现在到了冬天，天黑的实在是太快了，也就4点多钟，太阳就已经下山了。这菜园里边最近又有鹿来过的痕迹，看看这些地上全是鹿蹄子的痕迹。
这片枣树的叶子现在也基本上都落光了。今年是第1年移栽，开了一些花儿，但是没有结枣，就看明年的了。这一片的樱桃萝卜呢，我们在前一阵子连续的-5度、-6度之前也都给它拔了，担心会冻坏。现在无纺布下边还盖着一些耐寒的蔬菜，有大白菜，有黄心乌，有芥菜，有雪里红之类的，应该还能撑上一阵子。其实我们也是收了一部分的白菜，还有像娃娃菜这种不是特别耐寒，我们差不多也都给它收了。这边还有一些没有被无纺布盖住的大白菜，现在长得是比较慢了，不过没有被冻坏。这大白菜还真是特别的抗冻。这是另外一个品种的大白菜，也是没有被无纺布盖住的，现在太冷了，感觉上是已经停止生长了，不过没有被冻坏。这一片空地上呢，是11月初的时候种下的大蒜。大蒜今年种的稍稍的有点晚了，现在才出了很小的苗，得仔细看才能看出来。放大后看一下，出苗率还是可以的，基本上都冒出来了。现在又回到这片覆盖作物了。像覆盖作物呢，通常看来都是挺没用的一些植物，尤其是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些作物通常都是容易种植、容易生长，也比较容易管理的。但是从实用角度，不是最好的品种。有些像那种草类的，甚至是不能食用的。所以说，种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从我自身的角度来看呢，你说这一片空地，如果我不种这些覆盖作物的话，那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是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杂草了。你像现在看到的这种杂草，就覆盖的满地都是。但是如果种了覆盖作物，尤其是这种覆盖作物比较密的地方，像这种都是冬豌豆了。然后像有黄芥菜，还有这种混合覆盖作物的地方，基本上就没有杂草了。所以说，与其让杂草占据这块空地，那还不如种一些我们可控可管理的覆盖作物。另外就是杂草的话，你到明年天气暖和了，它可能很快就会结种子，而且有些杂草它的根特别深，也特别难除。但是我们这些选择的覆盖作物呢，就没有那些缺点了。像这些覆盖作物呢，明年春天我用割草机从上边走一遍之后，再翻一下地，这些作物就全都变成绿肥了，给地增加了好多的有机质和营养成分。现在天有点太黑了，而且远处一直有机器的这种轰鸣声，也不知道在修什么，特别吵。我明天再找时间给大家介绍吧。昨天聊到了覆盖作物的2个好处，一个是抑制杂草，第二就是作为绿肥来使用。昨天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今天接着聊。今天呢，天又开始下起雨来了，所以大菜园我也进不去了，怕踩到好多的泥。就在另外一片有覆盖作物的地方一起来看一下吧。这一片其实我种了更多种的覆盖作物，最近的这地方看起来像是杂草一样，其实我都是种的香菜。看看这些小的香菜苗，然后远处的地方呢，这一片很明显的就是黑麦，去年也种了黑麦。右边呢是和昨天一样的那片混合的覆盖作物。我把这个动物驱避器给它拿走吧，起不了什么作用，还在这儿不停的响，这大白天的响个什么劲儿啊！看看这片黑麦长得多好啊，密密麻麻的，把地表覆盖得严严实实的。今天刚好是下雨，我们就谈到了覆盖作物的第3个作用，就是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土壤。如果我们地表要是没有这些覆盖作物覆盖着的话，那风吹日晒雨淋的，它的水土流失是非常严重的，里边的有机质啊、营养物质啊，都会随着时间呀、随着雨水的冲刷，慢慢的流失掉的。尤其是到了冬天，冬天的时候，很多的野草都会被冻死，它就起不到一个覆盖地表的作用了。但是像我们选择的这种覆盖作物，特别是这种非常耐寒的冬小麦，那整个冬天它都是绿色的，会把这片土地保护得好好的。第4一个好处呢，只要是这种被植被覆盖着的土壤，就能给蚯蚓啊、微生物啊提供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你像这些植被，它下边的温度啊、湿度啊都非常的合适，而且也能给蚯蚓之类的提供很好的食物的来源。所以对改良土壤啊，对保护环境啊，维持这种生态平衡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对我们来说也是有着特别的好处的。我们不是养了鸡鸭嘛，一到冬天的时候，想给它们找点绿色的菜叶子，也是非常难得的。而种了这些覆盖作物呢，把它们放出来吃一吃，那就能在冬天的时候给它们补充不少的维生素了。这鸡鸭呢，能够在这个时候吃到这么鲜嫩的小麦呀、蔬菜的叶子，小日子过得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当然，这覆盖作物种的数量一定要多，要做到让鸡鸭吃几轮之后就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一样，那种量才是比较合适的。这边这一片的覆盖作物种的相对来说稍微的稀疏了一些，这羽衣甘蓝长的个头就大了好多。还有像这种萝卜，其实人拿来吃也都是可以的。这覆盖作物种的时机呢，也是挺灵活的，可以在春天或者是秋天的任何时候种植。如果要是想让它种来越冬的话，也可以选择中秋或者是晚秋来种植。另外就是将来处理啊，或者是收获也是比较灵活的。你像这些冬小麦或者是黑麦之类的，我们既可以在明年春天的时候把它割掉，当成绿肥来使用，也可以等着到秋天的时候来收获一些黑麦或者是冬小麦。收获的黑麦和冬小麦呢，既可以当成谷物来食用，也可以把它当做鸡鸭的饲料。我们今年就收了不少的冬小麦还有黑麦。当时本来是想着用自己收的小麦来磨成面粉，做一点面包的。后来因为没有时间，实在是太费功夫了，就都给当成鸡鸭的饲料了。鸡鸭还是挺喜欢吃这种小麦呀，还有黑麦的这些种子的。我前面好像提到过，虽然这些覆盖作物呢很多都是能吃的，但是通常都是不是以食用为目的的。这种说法呢也不能完全正确，取决于你到底种的是什么样的覆盖作物。像刚才提到的小麦呀、黑麦呀这些，你可以一直种下去，一直到秋天的时候收获谷物，那这些就是粮食了，显然是可以食用的。同样道理呢，还有向日葵，很多农场呢也把密植的向日葵当成覆盖作物，它不仅可以覆盖地表，将来开成花呢，也是一道不错的景观，还能吸引各种有益的昆虫、鸟类来到农场里边。最后收获的葵花籽呢，也是可以当成谷物和饲料来用的。如果在种覆盖作物的同时，也想以食用为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可以像我这样大量密植这种香菜种子。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前面提到的萝卜或者是羽衣甘蓝之类的。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可以把地表上大量种植上毛豆或者是豌豆，那食用的目的就非常明显了。煮毛豆是非常好吃的，豌豆呢用来掐豌豆尖儿，吃这种豌豆的叶子也是非常棒的。毛豆通常是春天种植比较好，秋天也可以再种上一茬。豌豆适应性就比较强，春秋都可以，秋天可以种上好几茬。但是如果要是在更冷的时候呢，那可能就要种冬豌豆了。像我这一批是普通的荷兰豆，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已经被冻死掉了。要想是在更冷的时候也能有所收获，那还是得种冬豌豆。这一片呢，就是现在七区12月份的时候冬豌豆的样子，还是绿绿的，摘下来也还是可以食用的。这些冬豌豆可以越冬一直到明年，明年的春天还会发力长一波，长得比较高大一些，那个时候能掐更多的豌豆尖儿来食用。不过这些冬豌豆的豌豆苗和豌豆尖儿并没有普通的荷兰豆或者说雪豆的豌豆苗、豌豆尖儿那么好吃。但是怎么说呢？因为适应性强嘛，能在早春的时候或者是冷冬的时候也能有所收获，也还是不错的，聊胜于无。另外一个强烈推荐大家种植的就是羽衣甘蓝了，也是我这2年特别喜欢的。不光是营养好，用它来做馅儿、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实在是太好吃了。